從來沒見過這麼牛逼的男人，僅利用幾個廢棄集裝箱，就在野外打造出堅不可摧的鋼鐵碉樓。內部設施不但一应俱全，還有超大的觀景台，就算喪屍爆發也絲毫不慌。德魯為了給妻子足夠的安全感，決定在野外打造一個鋼鐵碉堡。他很快就用 3D 建模繪製出圖紙，首先根據設計圖澆築出混凝土地基，接着就可以將集裝箱給堆疊在地基兩側，中間再用弓形鋼焊接出立柱與橫梁，完事後就可以架上預製水泥板。為了使樓板可以形成一體，繼續搖來混凝土泵車進行澆築。之後再將門窗給安排到位，就完成了房子的基礎底座。要想建成堅不可摧的鋼鐵碉堡，這還只是最簡單的部分。只見德魯又在後牆澆築出混凝土底座，接着繼續淘來幾個集裝箱，先給他們都噴上防鏽漆，而後搖來鏟車把他們給拖上山。他先把一個集裝箱從後山直接架設到底座上，就得到一個通往後山的通道，接着再將一個集裝箱給支棱起來，安裝到之前澆築好的底座上。雖然有挖掘機的輔助，但是想要将這個大箱子給立起來，還是費了不少的功夫。直到夜幕降臨才調整完畢。為了讓它們能連為一體，德魯立即拿來電焊機進行焊接，完事後再切割出一個入口。後續只要再制作個旋轉樓梯，就得到了直達1樓的通道。次日，他們繼續將一個集裝箱堆疊安裝。為了後續施工的安全性，德魯又購置了一車的水泥磚，而後沿着屋子頂部修砌出一圈的護欄。現在這房子看起來已經有一點碉樓的感覺。為了方便上下樓，德魯繼續訂購了一些鋼板，開始制作樓梯。他先把地板給清理乾淨，而後利用十字確定出中心的位置，根據鋼板上的孔位在地板上打孔。之後再用螺栓将鋼板牢牢固定，接着德魯拿來鋼管直接焊接在鋼板上，作為旋轉樓梯的立柱。完事後就可以将踏步一個個給套上。之後再調整好旋轉的角度，同時還要在每個踏步外側焊接上護欄的立柱。在樓梯達到2樓的高度之後，還要用鋼板焊接出連接地板的平台。接着德魯繼續往上安裝樓梯踏步。当高度到達3樓之後，德魯繼續用鋼板焊接出平台，完事後繼續往上安裝直達瞭望台的樓梯。只要將頂部的鐵皮鋸開，就能爬上瞭望台的最高處。為了更加的安全，德魯先拿來方形鋼在4周焊接拓寬底座。而後在4個角支棱起立柱，從而提升整體結構的強度。有了堅固的立柱，接下來就可以搖來混凝土澆築。等待混凝土乾燥之後，繼續搬來水泥磚，沿着底座4周修砌護欄。在修築期間，妻子偶爾也會過來幫忙。隨着瞭望塔的護欄修葺完畢，這個鋼鐵碉樓越看越像那麼回事了。由於集裝箱門只能從外面打開，為了優化通道的大門，德魯立即繪製好改造圖紙，而後拿來木板進行裁切加工。把加工好的木板拼接起來，就得到了一塊厚實的門板。为了更符合碉堡的風格，刷漆之後還要釘上鋼板做裝飾。接着德魯將集裝箱的鐵門切掉一半，然後拿來方鋼焊接出門框，完事後就可以直接把門板給安裝上去。考慮到後續頂部還要澆築混凝土，為了更加的牢固，德魯繼續拿來方形鋼支棱在門框兩邊作為立柱，頂部還要往外延伸出屋檐的支撐。為了提升入戶門的顏值，德魯連夜在後山薅了一些免費石板。次日一早，先在門口兩側掛上鐵絲網，抹上水泥之後，就可以將石板往上貼。
就這風格與德魯的碉樓簡直絕配。隨着凛冬到來，德魯的新家也覆蓋了一層厚厚的積雪。